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主题会来关心的是日本一次惹怒了中国大陆跟南韩哦，尤其呢是他们的防相呢，他带头参与了这个靖国神社的参拜。那高市早苗则是遥远的这边继续的踩红线。李在明在南韩的部分是重启了清算亲日派的行动，解放军则是有军事上面的动作，在渤海、黄海这边同步亮剑，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成功级舰长黄珍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有观众朋友特别问到说，这个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要怎么加入？我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宇新闻频道，我们是在环宇新闻频道下面的环球大战线节目，所以我们的主频就叫做环球大战线。那你点开这个主频之后，就会看到一个加入键。按下加入，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战友了。那今天一样的，希望跟我互动的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谢谢最近跟我们频繁互动的好朋友们，包括了有曾伟哲 Martin、The ACME Portable、林雨欣、李瑞雪、Cohin 6497，还有 Anthony 等人，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今天周一继续的跟大家来互动。好，今天的火线话题有关于中日韩的这个恩怨呢。我们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让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日本这一次都惹怒了大陆跟南韩，为什么偏偏要选在8月15号去踩靖国红线呢？高市早苗难道是故意向北京还有首尔来示威？甚至准备是连战败国的包袱，他都打算要把它甩掉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靖国神社的战火一旦点燃之后，南韩立刻翻出了一个亲日派的旧账。李在明更说了，接下来要重启财产的追缴针对这一些亲日的人。而日本参拜为何瞬间引爆南韩的100年殖民伤口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不管是这个韩国、中国大陆也同步做了反制。习近平选在同一天，现在拉近了南韩总统李在明。解放军另外一方面在军事上，在黄海跟渤海这边亮剑，正式的要把南韩一步步的拉近推向中国，而日本则是把南韩推向中国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来做解读。日本这一次真的是踩在了中国大陆跟南韩最敏感的历史红线，一次可以说是踩到底。就在8月15号这一天，日本战败81周年，日本防长带着他的3位阁员走进了靖国神社来做参拜。而虽然说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没有亲自现身，但是被发现仍然在远处进行摇拜，并且透过自民党的干事长来继续的奉纳他的这个祭祀费用等等哦。那针对此，我们看到南韩方面、中国大陆方面先是立刻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南韩则是批评日本领导人的行动非常的不符合时宜。但为什么中国大陆跟南韩这一次的这个反应会如此的大呢？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当时在这个靖国神社里面，我们都知道里面是供奉了250万名的日本战争死者，象征的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旗帜。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代表的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源头啊。而南韩则是会想到在1910年代到1945年的殖民统治时代。其实呢，在过去2013年的时候，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曾经过去这个靖国神社参拜，当时美国对日本表达了非常的失望等等的事件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防卫大臣亲自去了靖国神社，高市早苗也在远远的地方摇拜，甚至再送祭祀的公品。大家也知道说，他一定会惹怒了中国大陆跟南韩，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继续踩红线呢？他是不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准备甩开战败国的历史包袱，来做全面的日本大扩军？委员怎么解读？如果我们当时看到日本天皇在日本战败之后所公开发布的这个所谓的终战诏书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你就知道日本从那个时间开始，他就不承认有战败这件事情了，这叫做终战而已这不是战败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的政治人物那么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事实上他们做了更严重的事情，他们试图在日本的历史上去把过去日本的这个侵略跟屠杀
这个东南亚人民的这个亚洲的人民哦，包含东南亚的国家的人民的这个历史哦，他希望一笔抹掉。就前几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博主哦，他跑到了靖国神社去，他看完了之后，他不是愤怒而已他是震惊跟诧异就整个靖国神社里头的相关的内容，几乎把日本当时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做了一个完整的美化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日本的下一代，日本的孩子去受这个特殊的教育，去做跟历史完全背离的这个内容然后你到了靖国神社去学习的时候，你看到的也是经过美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基本上日本现在就试图要把过去那个恶心丢脸的侵略历史希望彻底的把它抹掉。那么这是日本现在这个让大家觉得最愤怒而且不能够接受的事情那你更不用提到说，现在日本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些政治人物纷纷上台了。我们不是要反日我们也不是反所有日本的政治人物。我说过，日本的人民并不见得都支持高市早苗或者是这个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军国主义抬头的做法，他们并不见得支持。大家看一下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年轻人开始来抗议了，日本的地方的议会开始表达了他们的这个忧虑，跟表达了他们的反弹。所以高市早苗所代表的这个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的势力，并不见得可以代表全日本那么包含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日本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前首相是针对当年日本这个侵略的历史表达过反省跟道歉的。譬如说最有名的就是村山富市了，当时他的村山谈话然后包含了像菅直人，包含了像石破茂，包含了像细川护熙，这些日本的前首相都表达过反省，也表达过道歉同时日本的很多政治人物也不见得接受了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当高市早苗说完了这个话，有好几个前首相也出来表达了反对除了石破茂，这个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他们都表达了他们对于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不认同的这个态度但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今天日本人当时在侵华，包含侵略亚洲，甚至荼毒整个东南亚，是造成了大量的民众的伤亡光是讲中国就好了，中国人民怎么能不恨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呢？在那一场侵华8年的战争里头，我们伤亡了3500万人各位，日本当时有没有3500万人我都怀疑了。我们中国伤亡了3500万人，光是死亡的就超过2000万人。我们中国的国军在那8年的战争里头，我们阵亡掉超过330万的我们的将士。大家去看看这个南京当时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那部电影《南京照相馆》，再看看还原当年731部队的那部电影731，再看看前2年的800的这部电影，甚至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上海去看看800壮士当年的4行仓库的那个纪念馆吧，就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保留了当年的原貌。当你站在那里看的那个墙上的弹孔，那个炮弹所造成的这个痕迹的时候，其实你看眼泪都会流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日本不感恩戴德，然后不深刻反省，你现在还要反过来跟着美国当美国的小弟来对付我们中国，我觉得这才是一件最妙的事情中国大陆当年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我们是高抬贵手的放过你们日本了所以你们日本才有今天。如果当年我们不要放过你们，你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日子可以过。所以日本的这些右翼的政治人物现在还可以恬不知耻去做出这样的动作，那么你最后所招致的怒火不只是来自于中国，包含了东南亚，包含了亚洲的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屠杀过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侵略过？日本如果真的要踩这个红线继续玩下去，那么最终所有的后果日本人民就要来承担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这一次再次的踩红线，尤其是这个高市早苗跟可以说是个防相一起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当然了，除了东南亚国家之外，现在包括反应最大的2个亚洲国家，日本跟韩国都表示非常的愤怒。首先我们先看韩国，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部分。韩国最新的消息是，不只是外交部最新发的声明，也直接召见了日本的驻南韩武官，表达强烈的抗议。整个南韩社会现在笼罩在反殖民历史记忆的这个怒火当中。那最新的一起事件就是最新呢，南韩的女星这位叫做贺莹，因为她的曾祖父这位是安尚浩，
它涉及到亲日的历史，所以遭遇了巨大争议。那专家痛批说，贺莹他不断的去美化有关于并且消费他的家族史，对南韩民众造成伤痛。另一方面，现在李在明有了一个最新的手段，他针对这一些过去只要是亲日反民族的行为，都会来追缴相关他们的财产。那12月3号开始就会生效了。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嘛，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南韩内部蔓延，所以还包括了这个独岛啊，还有这个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等的议题，让南韩100年的殖民伤口再次的被掀开。现在的问题是说，那接下来南韩跟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会不会因此被拖垮呢？那杨老师又怎么看？6月1号的时候，小泉金次郎和韩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在谈日韩之间的安全防卫合作。到了6月15号，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沟通。现在开始看起来小泉纯一郎到了靖国神社的参拜，以防卫大臣的身份，虽然是个人前往，但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韩国当天就召集了在韩国的日本的武官，表达强烈的抗议。韩国的外交部怎么说呢？韩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很遗憾的是，高市早苗内阁跟自民党的几位高层对于过度美化战争的罪行，还有呢核是战犯的靖国神社提供这个祭品以及前往参拜，造成呢就遗忘历史、违背时代潮流，展现出对于过去历史的反省的这种错误。其实这都是韩国的，就是整个外交部声明当中所提到的啊。因此这里面几个重点，第一个，靖国神社代表的是什么？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像一般的就是所谓英烈祠或者是军人公墓，因为它在1978年10月之后，有大概1000多个，里面有14位甲级战犯，中间东条英机是在1948年10月经过东京法庭审判之后呢，当在10月份的时候判以绞刑处死，所以他是因为战争罪发动战争罪处死。刚才委员讲到，这个战争是很长一段期间，不只是2次大战那个8年，事实上整个从对就是甲午战争到整个占领朝鲜半岛，到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对整个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发动的战争，今天连川普都讲了3次的珍珠港偷袭，而高市还不满意，跟川普吵架。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的这种要去采取对历史的修正主义到了怎么的地步。24年前，高市早苗那个时候众议员的身份上了一个朝日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面对主持人的询问，你对于2次大战时期亚洲战争，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他说那是一个自卫的战争，那是为了维护日本安全的战争，当场遭受到主持人的驳斥。也就是伪满洲国，他从最早的伪满洲国成立就是一个侵略战争。当时的以及到现在为止，你去问日本的 AI，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的内容，也很清楚。可是呢，现在你看到的是，他面对这一次的这整个靖国神社的这个参拜，我个人认为，这已经开启了一个转捩点，一个什么转捩点？东亚对抗，东亚动荡的开始。各位你看看，8月13号的时候，普丁到了南千岛群岛，对，高市发表言论说，绝对不可以接受。你战争之后的土地，你还要回来。然后呢，你跟北韩也在对高市的军事化强加批判。现在日韩之间，我看大概也走不下去，中日之间更严重，而中俄跟整个日本之间的对立也很严重。然后呢，领土的问题，从钓鱼台不只是北方四岛，钓鱼台到台湾有事，然后呢，它还介入到南海。日本现在整个的改变，是代表这是一个战略而言，对他们而言哦，只是这个靖国神社作为它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的整个表达。那尤其是因为它最近的民调不好，因为经济不好，因为赈灾形象变差，因为治理能力不行，
所以他要靠这个世界再去巩固他的支持者。接下来会不会再推非核三原则，甚至修宪？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造成的就是整个亚洲国家被迫的被你唤醒了。我们的上一代、上上代集体的悲哀跟就是痛苦。那这是一个民族的传承，集体尊严的意识的延续。那这个时候，当然有人还去标榜在那个时段，受益受惠于日本的殖民，那当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当然，现在你说台日韩甚至中日之间，民间也好，各方面的交流，甚至经贸都是非常密切的。对，现在政治上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层面，可是接下来会不会有冲击到这个相关的这些互动？我觉得其实都会画一个问号。因为最后简单一句话，整个东亚的安全断层，我刚刚谈到的，从领土到日俄，到中日，到北韩跟日本，到台湾海峡，到南韩，都因为这个事件，然后呢，整个开始交叠在一起。不过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在暗助明助，而日本作为副警长代理人，开始在搅动东亚的秩序。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东亚现在看起来更动荡了，尤其是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地方哦。刚刚也在看说，日韩的安全未来会不会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会不会被拖垮？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日本是不是已经把南韩给推向中国大陆这一边了呢？因为我们也要来看到一个最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8月15号这一天，不是刚刚说了嘛，日本高层去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呢，在同一天，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李在明发出了贺电，表示好。对他示好，他说呢，中韩是重要的邻国跟合作伙伴，等于现在是不是告诉南韩说，确实我们在历史的问题上面，中国大陆跟南韩的态度是一致的。军事上面也对日本发出了警告。最新消息是8月16号的下午4点开始，接下来大陆呢会在渤海跟黄海这边执行军事任务，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都不会让任何的水域可以任何的这些水域可以让这些船舶在这边做进入哦。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水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往东边跟南边就是日本和东海了。这一波是不是北京对东京做的一个最新的警告呢？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南韩的态度了，是不是日本等于把南韩直接给推向了中国？县长怎么看？日本无需把南韩推向中国。如果你们了解南韩到底是多么的叫做仇日的话，因为我以前读山西大学，我们同学有一个是韩国人，那他在这里，我们一起打网球，我就跟他常聊，我才发觉韩国人恨日本人恨到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仇日的态度远超过中国。为什么呢？他被殖民35年，他在这35年的殖民期间有700-800万的韩国人被日本人做这种免费的奴工，这中间有67万到80万的人抓到日本去做奴工然后慰安妇有8万到20万人，这是日本在殖民时代的。那这个也就算了，你知道日本人在韩国有多么的坏？第一个他一直想破坏日本人的风水，第一个他拿了一把武士刀溶解，然后打了13根的龙钉，就是钉子，但是它叫龙钉，还13根，钉到哪里去？钉到韩国的皇宫，我就是破坏你韩国。然后还有一个，他做了365根，你看365年365根叫做血针，打在哪里呢？他们的整个朝鲜有一个叫做白头山，这是韩国人所说的，这是我们的龙脉。他就在这整个山里面找风水师去看，这里我给你定几根，那里我给你定几根，定下去你根本就找不到它，然后就打断你韩国的整个的龙脉。然后1985年的时候，首尔那里有个叫北汉山，有一个人登山一不小心贴个东西，摸用，就是龙钉，有22根，叫做血针。所有韩国一直到今天，他不管在这个叫做白头山在哪里发现全国实况转播，把那个钉拔起来，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么的恨他。那至于你说这个演习黄海渤海其实是窝在这个韩国跟中国这里面，我想它就是一个演习。
不还是军事行动，他不是说演习。那我觉得对日本的还是次要的。但是我实在要讲一个东西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仔细想过，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它是一个岛国，他打了中国，他打了俄罗斯，他打了美国，哎，都是他先打。哎，我有时候觉得好奇怪，你岛国你怎么敢尽挑这种世界大国去打？你说打中国算了，因为中国那时候满清末年很弱。他打俄罗斯跟打美国都是两个国家很强大的时候，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他为什么打？你知道？他认为你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打我，所以我趁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先打你，日俄战争就是这样，因为他想抢朝鲜嘛，对，结果这个俄罗斯他就认为俄罗斯一定会跟他抢，他就先打了俄罗斯。那美国也是一样，他认为美国一定会制裁在南太平洋这里，所以他就偷袭了珍珠港。我现在发觉日本人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别人有多大，而是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小。我实在搞不懂日本人你们去打这个全世界这种大陆国做什么？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来关心第一岛链的状况。菲律宾这时候递下了投名状，不准美军拿他的基地来打中国大陆，还求北京呢要重设关系。双方说，我们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是可以一起来采油气的，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最新说法。突然间转向中国大陆示好了。再来呢，南韩的部分则是拒当台海的第一线。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岛链，美军在这边的布局出现了大漏洞，怎么回事？今天做深度的剖析。好，先来关心到的是，我们都知道美军长期的在第一岛链这边呢都布局好了，可以说经营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出现了漏洞。最先出现的军事变化的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号它即将呢要取代林肯号，要去到中东去做布局了。因为林肯号可以说是疲惫不堪所以接下来华盛顿就会去到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一旦离开了他现在在日本附近的这个位置的话，等于是说第一岛链接下来会出现至少长达1个月以上的一个兵力空窗。这时候美联社就这样讲了，现在美国的盟友们就会重新思考说，这边第一岛链这边都没有美国的航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印太地区放在第一顺位吗？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的航母一旦缺席了，就会给中国大陆北京来展示实力的一个好机会。是不是真的对美国表达了不信任呢？我们要来看到，首先第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菲律宾，现在突然间急踩刹车，对美国转向了。小马可是最新的发言是说，他没有兴趣成为区域战争的交战国。他说，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土被美国拿去做对任何国家来发动下一场攻击。这让美国可是伤脑筋了。我们要知道，这几年我们的节目也报道了非常多，美国长期在菲律宾这边经营在军事上面的动作，包括这几年积极的经营在菲律宾北部的基地，还有从这个吕宋岛的北端一直到巴丹岛都有层层的做武装，当中还包括在这边放了这些反舰飞弹机动飞弹，还有滩岸的防卫跟第一岛链的封锁，全部美军都在这边做好了这个作战的想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等于是小马可是除了打脸美国之外，还突然间跟中国大陆示好了，说我们中非之间其实可以有更多经济上面的合作。他说呢，我们来看到，他说菲律宾跟中国在南海虽然有争议，但是经济合作我们没有停止过，菲律宾没有要跟中国疏远非中正在重新谈有关于南海油气的共同探勘的问题。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华盛顿号接下来会被抽到中东地区，小马可是又在这边喊话说，这个菲律宾不会当被攻击的一个跳板还转身跟北京谈起了油气，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不再相信美国可以保护菲律宾国家的安全了吗？委员怎么解读？
小马可是究竟是真心诚意的做出立场上的调整哦，还是虚晃一招，说一套做一套哦，玩两手策略哦？我觉得要做后续的观察哦。那么特别是小马可是他的身家财产都在美国，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能够掐住他脖子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一旦面临到自己身家财产的威胁，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如同他所宣示的哦，他不介入接下来这个台海之间任何的冲突？而且第二点就是说，美国都已经在那里部署了，美国就算要使用你的基地，你能怎么办？你把它打下来吗？你不让你把他人全部赶走吗？小马可是做得到吗？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硬干，我就用你在菲律宾的那4个基地作为跳板。坦白讲，小马可是除了表达抗议跟遗憾之外，他还能做什么？那第三，如果小马可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诚意哦，全面的来改善跟中国大陆现在的紧张关系，他应该要立刻撤换掉的是他的国防部长。他的国防部长最近才带着军人去抓中国的这个工人，这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些执法行动要用军人、用军队来执行了？这是你的国防部长。所以如果你连你的国防部长都处理不掉，你说你现在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什么多友好的关系，大家共同来开发南海，不是不行。可是你先交出投名状啊，你先拿出一些诚意出来嘛。那你说小马可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玩这个两手策略呢？其实也不意外，他看看中东的国家的下场是什么。中东的国家跟美国不好吗？波斯湾的国家长久以来协助美国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啊。油源如果今天没有波斯湾的国家的配合，美国何德何能够用美元来控制全世界几十年的时间啊？所以连这么亲密的伙伴，这个波斯湾的国家砸了大钱去买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在波斯湾设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军事基地，最后下场是什么？最后下场是成为了附带受伤害的人哦，就美国结了仇，结果他的这些盟友来替他承担了。所以对菲律宾来说，他当然要掂量啊，就菲律宾能够比得上波斯湾的国家跟美国的交情吗？那如果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可以被美国这样的牺牲，被美国这样的牵连，那么他今天跟美国绑这么近有什么好处呢？那你更不要讲接下来美国在整个这个西太平洋的军力是真空的。美国的11艘航空母舰现在加上林肯号就有6艘现在要回去整补跟大修了，所以美国真正能够部署的这个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再扣掉它在西岸的2艘航空母舰跟东岸的这个基地的1艘，所以你接下来美国能够部署的就只有2-3艘了。这2-3艘还要再放1艘在这个阿拉伯海啊，现在正在过去的布希号所以光是你看现在的这个状况，你就知道美国自己的兵力都已经捉襟见肘了。航空母舰捉襟见肘，所有相关的这个军事装备捉襟见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菲律宾当然要买保险嘛。但是我要讲的是，买保险不是出张嘴，买保险要有一点实际的作为，否则北京政府也不是吃素的，他不会被你3言2语就骗了。对，好，现在不只是菲律宾哦，对于这个美国可以看出他的不信任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南韩了。南韩也很怕类似菲律宾哦，会因为第一岛链出事了而自己一起被连累哦。所以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南韩现在也开始对美国划了界限。今年呢，美韩本来会有这一场的已知自由护盾的军演，那美国最新呢，他在介绍这一场演习的时候，跟过去的态度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开始提到有关于第一岛链。要知道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点是说，以前在讲这种军演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会强调北韩的威胁啊，还有核武啊、弹道飞弹等等。现在整个把第一岛链都放进来了，南韩现在是在想说，驻韩的美军是要在防卫北韩，还是要帮忙对付中国大陆呢？所以这个首尔因此不断的强调说，他们这一次的军演的首要任务就是朝鲜。针对于台海问题跟南海问题，他们都说不会协助美军在第一岛链的作战。所以是不是因为南韩这样说，所以川普非常的生气呢？因为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到，这个五角大厦对南韩放话了，他说好，你要这样搞是不是？接下来这个美韩的军演呢，我也会来大幅缩减这个军演的规模。他给的理由当然不是这么直接，他只是说因为军演的费用花费太高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跟金正恩的关系很好，还有南韩呢不愿意配合美国来对付伊朗，所以现在是菲律宾、南韩都不愿意当美国在第一岛链抗中的最前线了吗？杨老师怎么看？这个趋势看起来很明显。南韩、菲律宾
这一阵子也都不约而同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做划线、切割，然后呢危机管控，最主要避险，也就是说避免被日本、美国，尤其是美军以及美国的建制派视为在第一岛链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跟棋子。因为高市早苗的动作越来越明显，不止他自己本身的军费增加，试射中长程的武器，还有部署就是军力，那他也和澳洲，他也和菲律宾在做同样的演习。在这个区域的第一岛链的演习，似乎已经变成好像是美日的一个共同进行的主轴。高市早苗甚至在8月15号武道馆的纪念会上面，他不提就是道歉，他也不提不战。那但是呢，他却提到了日本要在印太地区扮演领导角色。对，哇，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明显。因此菲律宾跟韩国当然就看到，我怎么可能鸡蛋去撞石头呢？你连美国在这个区域跟中国大陆的军力相比，你都已经趋于劣势，而且还这个过时，你自己在伊朗的问题上凸显出你整个全球布局，你军事的弱点，你连船都造不出来，那你也跟中国大陆在就是军事的相比，已成为就是核武核主都浮在台面上，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海上以及空中的联合演习，绕了日本多少圈呢？对，同时普丁自己还来到了。第一次在8月13号、8月15号的前2天，来到了南千岛群岛，难道都看不懂吗？当然，韩国看懂了，菲律宾也看懂了，所以就公开的讲，菲律宾不会把自己的领土作为第三国攻击去介入到台海冲突的这个地方。南韩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跟美国的演习，是作为第一岛链的介入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当然川普就不高兴了。川普同时放了跟金正恩握手的照片，也说要去缩小这个规模。这个突然来的一个讯息美军都已经部署好相关的这些演习的部队了，但美军现在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推动这个演习。这个不是一个只是演习的取消或者是规模的缩小它是彼此美国跟韩国的彼此的互信。军事上的互信突然的消失，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很清楚这样这个态势。好，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了菲律宾跟南韩他们都已经看清楚接下来台海恐怕会爆发的危机。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们认为说，美国在第一岛链这边恐怕出现了真空。那真空有2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航母可以真的作战的数量真的非常的少。刚刚委员也有提到嘛，因为6艘正在整修，所以现在真的能够作战的恐怕只剩下2到3艘，更不要说我们刚刚讲的华盛顿号很快就会离开日本附近，然后去中东。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呢，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在这边的这个基地其实太老旧了。其中他们就特别提到了这一座基地是在日本冲绳的嘉手纳基地，存在设施老化、维修不足等等的问题。现在是说，包括连供水跟管线设施都有问题耶。这到底怎么回事？整个第一岛链会出现这种整体的一个战略性的延续的一个问题吗？那舰长怎么看？首先，前一阵子不是说这个林肯号上面发生了很多问题，还有什么水兵自杀什么的。有时候你看到这种新闻，你要想说，可能就是有人反战，不愿意这样辛苦，会不会是一种夸大的报道，或者他放给媒体？这是你可以做一个这样怀疑。可是最近发生一个事，我发觉可能真的非常的严重。8月15号，美国就中东那里有一个作战区的司令他是一个上将，他亲自跑到这艘船上，林肯号。然后对官兵讲了一段话，还录了一个30秒的一个影带让他们看。他在跟他们讲，主要就是历史会记住你们的贡献，就是你们真的很伟大，你们贡献。你知道在战时一个上将司令跑到一个船上去鼓舞船上的官兵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林肯号保证。那第二个，它到底什么问题？因为事实上你有好多船上的装备，你都要进港才能维修。你一直在海上，它会开始装备出现故障。它除了它在，它旁边的护卫舰也通通都要在，通通都会发生一些这样问题。除了装备，当然第二个就是人员，人员的士气的那垮掉，那是比装备还要可怕，因为人员会去报复的。
那接着你再说这一次整个太平洋地区没有一艘航母，我去查一下资料，对，几乎是前所未有。但我再看2015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那时候也是一个华盛顿号，华盛顿号那时候离开了日本，他要回美国去做他的维修，然后当时已经指令了说美国的福特号来接他，但结果福特号临时出了一点问题，因为那是福特号刚服役没多久，经常出状况，耽误了，所以那一次是已经指定的交接，结果空了。那这一次呢，就是真的就是没了。对，那这个没有了代表什么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同时应付2场战争了。美国军方以前就说我们要同时能够打2场大型战，现在只有一个伊朗还不是很大型的，只不过对方很顽强而已。他现在你就发现他已经不行，美国江河日下。然后第二个，他的维修能力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多的船却这么几艘船在这里？就是因为它的维修能力出了问题。好比说，也是华盛顿号在2017年8月入坞，它应该2021年出来的，整整晚2年，维修4年变6年，就是他们的维修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再来看到的是美军的航母怎么回事？突然间开启了倒车哦。今天会来关心到是福特级的电磁弹射要被改回到蒸汽弹射，而且舰岛的位置现在也要改回以前哦，被专家形容是回到了1970年代的当时的尼米兹等级的航母，怎么还往倒退了呢？另外就是会关心到的是美国的造船产能也告急了。另外呢，包括了在中东地区，现在美军最大的问题还有补给线，现在也出了问题了，补给线已经拉长到3000公里的地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先来看到福特号，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有再稍微提一下，说他导入了巨资做这个电磁弹射，结果川普现在又说，我不要电磁弹射了，我决定呢要改回过去的蒸汽弹射。那现在还包括了有关于航母上面舰岛的位置，他也说了舰岛的位置要重新来做设计，回到以前舰岛的位置上面。这对于接下来的战力，等一下来请舰长帮我们看会有到底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福特级的第4艘，这一个是多利斯的电磁弹射上面的工程都已经做到一半了，你现在硬要改回去蒸汽弹射，这成本又是另外一笔很大的预算啊，包括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的预算，而且这工程期本来已经够慢了，现在又要继续的延长。那一艘100亿美元等级的核动力航母，新系统才刚装上去，现在是要全部砍掉重练，这样子真的值得吗？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川普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美国的海军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装跟动作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航母现在的整个造船体系，也就是它的产能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川普接下来他打算怎么做呢？他最新决定签署的是国家安全备忘录。好，简单来说要做什么呢？就是放宽部分，如果你已经在美国有投资船厂啊，或是取得美国船厂所有权的外国制造商呢，我允许你接下来可以在我们海外的母公司船厂建造最多2艘的美国的舰艇哦，但是你最后还是要交付给美国。那如果说呢是其他的舰艇的话，你则是必须一定要在美国的船厂来做生产。看得出哦，现在川普我急于赶快提高它的生产，所以想出了其他的方法。再来，我们要来看到林肯号的部署了。现在在海上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200天的时间，高强度的作战让水兵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有人说呢，甚至有跳海的现象出现，而且有缺粮、缺物资等等的问题。后面的维修保养跟人力的调度也都出了问题哦。接下来要怎么应对这种航母的这个维修费、维修债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先请教舰长，您如何看有关于川普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舰岛的位置跟电磁弹射
回去蒸汽弹射，这对美国来说战力真的会有所提升吗？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又另外一笔非常大的花费？舰长怎么看？首先，美国显然他在做电磁弹射，他失败了。那他失败了，你想说，也许这真的很难嘛？可是，在同一时间，中国却成功了。中国大陆，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多成功？那福建舰现在是可以弹射，也许它有很多困难啊。福特舰以前也曾经弹射过啊。那我告诉你，有一个原因，你去想它就一定是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电磁弹射只是做航母嘛。你有没有发觉中国大陆洞拐6四川舰也装了一条电磁弹射？它是完全没有需求要把这个摆在上面，它也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较。可是它把电磁弹射摆在洞拐6，证明这个东西它是驾轻就熟，这个技术。那美国为什么会失败？其实电磁弹射它是非常的困难。我说给你听，因为美国是用的叫做交流电，它为了使它能够去满足它的弹射，尼米兹号的发电量是这个福特舰的发电量是3，就是它增加了3倍啊，它几乎翻天覆地的这个轮机装备的改变。然后除此以外呢，因为它用的是这个交流电，交流电它必须要用一个转子叫飞轮，那个飞轮一套电磁弹射有4个飞轮系统，所以它整个船上有16个飞轮系统。它每一个飞轮系统是很大的东西，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转子，那个转子的直径超过1公尺，有6.7吨，1分钟转6400转，就第一大它可以转110转，哗转，它把电变成动能。那要弹射的时候，所以弹射的难度就在瞬间，我一个很大的电量弹出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东西速度会降下来，就转过来反过来产生一个电力。那它这个电力要多大？尼米兹号全舰的发电量是64兆瓦，福特舰4个电磁弹射一次弹射，同时要使用65兆瓦，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东西。那大家去想想看，那中国大陆怎么克服的？中国大陆用直流电，直流电的纯电储电不像那个转子在那转，它就摆电池里。那电池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我都可以摆进去。那个电池大大小小，我就一直摞起来，所以它的纯不是问题。那很多人就在问，那美国这么傻，他为什么不用直流电？他也可以用直流电啊，他没那个技术。什么技术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像现在你有个电磁弹射在弹，对不对？当弹到一半卡住怎么办？就像你个电磁弹在转，我一个手给它抓住，不准它转，马达会烧掉。那这才是一个小的电，像电磁弹射，像我刚才说这么大的电量，它会爆炸的。所以如果是直流电因为直流电是持续有的，卡住的时候开关跳不开，它有一个断电开关要跳开，它跳不开。交流电可以，交流电为什么可以？你知道它上上下下，它有一个归零，一归零它就跳开了。那为什么中国能够克服直流电能够跳开？这个问题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要问马伟明，他是我心目中的叫电跟磁转换的爱因斯坦。他突破了这个技术，美国突破不了。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川普他一直想把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个故障率、失误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呢，他想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为什么不用直流电？刚刚舰长也说了嘛，这个跟不上中国大陆的直流电的这个技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如何看呢？接下来真的改回去吗？那是不是又要耗费非常巨资的一个成本呢？对，我觉得川普真的好棒就是自从川普当了总统之后，他就每天拿一个大铁锤去摧毁美国不同的层面那么他都做得很彻底。那么现在呢，他又把美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大概倒退20年那么因为就像刚才这个舰长提到的，电磁弹射是未来的主流趋势那么蒸汽弹射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老旧的这个的技术了那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说，因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碍，所以我现在往后走好了那我简单的帮大家介绍一下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最大的几个不同点就电磁弹射最大的一个不同点的第一个点是动能可以精准调节因为我们在做电磁弹射的时候是用电转成磁，所以我们光控制电量就可以转变这个电磁的这个弹射的能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做精准的调节。可是蒸汽弹射不行蒸汽弹射它就是
把这个蒸汽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呢，它一次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然后把飞机弹射出去。所以这两个差别是很大的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做电磁弹射，你可以一次弹射一个比如说2吨重的这个轻型的无人机，你也可以弹射35吨重的这个重型的舰载机，完全就是端赖于你要如何控制你的电量，然后就会决定你弹射的能量哦。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在机体的损耗上哦，因为电磁弹射它可以精准调节，所以呢，对于这个不管你是无人机或者是舰载机啊，机体的损耗的这个程度是稍微比较低的。可是大家想想哦，对于蒸汽弹射，它就是一股大力把你推出去了。那么这对于机体的这个疲劳跟损耗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是影响很大的哦。然后第三，效率问题啊，就大家知道电磁弹射哦，光是我们用尼米兹级来比哦，电磁弹射的这个弹射的这个飞机的数量的这个效率哦，大概就比尼米兹级这个航空母舰多30%了。那差别在哪里呢？我刚刚说过，因为电磁弹射它是用电力转成磁力变成推力哦，在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是快速的可以操作的。可是蒸汽不是哦，蒸汽你是要慢慢的累积这个压力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才能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光你这个累积，你中间的这个间隔时间就很长了。所以在这里，他们的效率上也比不过电磁弹射。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川普说我现在要走回蒸汽弹射了，当然我们乐观其成。可是美国说走回就走回去了吗？不行啊！第一个问题来了，供应链早就没有了。当年做蒸汽弹射的公司已经倒闭了，所以呢，有技术的工人早就已经这个四散这个各地了哦，甚至零组件都没有了。你怎么现在走回蒸汽弹射呢？第二，你成本很高哎。各位知道，你做蒸汽弹射跟电磁弹射是要从整个航空母舰的设计上就要做调整了。这个舰长是行家，你想看你的航空母舰，你要做蒸汽弹射，你的管线是怎么拉的？你真的以为说一个蒸汽炉摆在那里，它就可以把一个飞机弹出去了？没这么简单的。所以它整个的管线要重拉。那你说你现在要改变，你是要把现有的航空母舰全部都拆了，重新去做这个舱体的这个隔离，然后重新把管线铺下去吗？这个成本有多高啊？那最后一个，你的战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来美国的建军计划是这样的，它的电磁弹射接下来它要弹射它下一代的无人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MQ-9死神，它的下一代就是 MQ-25，叫黄鲷鱼。它本来是要用这个电磁弹射去弹射它的无人机的，包含弹射它的下一代的战机，叫做 FA-XX。可是现在都别提了。就如果你今天走回蒸汽弹射哦，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它本来规划的黄鲷鱼跟这个 FA-XX 到底能不能弹射得出去，这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航母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川普一直想要把这个它的上面的系统改回到过去的系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因为呢在中东地区这边大量的消耗，现在呢补给上面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哦。我们来看到是什么问题？首先呢，因为呢过去美国只要在中东需要补给的话，都是我们知道靠这个巴林这个基地，但是这个巴林基地不是被伊朗狂轰滥炸吗？所以现在它的补给已经改到了在印度洋这边的一个叫做迪耶戈加西亚岛。好，这里呢距离这个补给美军的部分呢，大概要达到了3000多公里才有办法进行补给，但是重点来了，其实在这个岛上也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才对这个岛发射了2枚的中程弹道飞弹，说要去打击当地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哦。所以其实现在就算你要去这个岛补给，也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好，这个是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中东现在的补给问题。华盛顿号我们刚刚也说了吧，现在要去从印太地区要去中东地区，再来就是无人机也在快速的消耗，死神无人机现在已经消耗损失45架，相当于库存的1/4了。美军说呢，死神无人机实在太贵了，我未来要造无人机的话，一定要造3000万美元以下的无人机，但是呢，又要有 MQ-9它的重要的这些核心的一些这些能力哦。杨老师怎么看目前美军碰到的瓶颈？目前美军要进行到第2阶段的消耗战，第1阶段是从2月28号一直到现在，那其实打了2次，从2月28号打到4月7号，美国军事失败，从7月7号又打到8月初，再一次的失败。那但是呢，也过程当中消耗了伊朗上万个不同的军事民间的据点，3000多人死亡，7万多人受伤。可是呢，并没有因此消耗掉伊朗的
弹药跟无人机的库存，反而造成整个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受到了攻击。因为伊朗的不对称的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那美国呢就不敢去打地面战争。所以你就看到过去美国在21世纪进入到中东进行战争行为，其实伊朗是他一直啃不下的骨头。那相对于阿富汗、伊拉克这个国家，伊朗虽然被制裁了数十年，但仍然是有它一定的军事跟经济，还有他们文明的韧性。所以就显现出，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消耗战，又能够消耗多久呢？又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战略目标呢？我个人是一点都不乐观。相反的，美国这边倒过来是对美国的消耗了。所以这个消耗战不是消耗伊朗，是消耗美国。第一个是军事层面，第二个是他的盟友以及在这边台湾国家的这种安全合作关系跟信任关系层面。第三个当然最重要是对整个国际能源、国际经济、美国经济、美国政治层面。我觉得其实美国根本是消耗不下去的，只能够不断的撑下去，但最后呢，他可能还是要找一个下台阶。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美国最新下令 AI 必须要选边站哦，反被中国大陆逼入了墙角，而这几个国家包括了35国，美国都说你都要2选1，你要么选美国，要么选中国大陆。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很重要的这个苹果公司哦，现在则是离不开中国大陆的这个牵问哦。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关心美国逐 AI 数位高墙，也抵不住中国吗？好，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来看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嘛，华府现在进一步要把 AI 战争呢打入一个选边的测试，要求35个国家呢，这些叫做这个美国跟美国已经准备要签署的 AI 机会声明国，35个国家你要选边站。如果你要参与中国主导的这个 AI 组织的话，那你就会被我们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系盛世合作给排除在外。系盛世是什么呢？其实在去年美国推出的一个 AI 联盟哦。里面主打的就是说，你在这当中呢，不只是使用美国的晶片而已，包括我们的模型啊、资料啊、跟供应链、国际标准，你都必须要站在美国这一边。那目前加入这个系盛世的国家有20个国家，包括了日本、南韩、荷兰、德国。哈萨克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国家，因为他认为说，我不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我就是两边我都觉得我想要参与。于是呢，美国就开始对他这个发出了非常不满的声音哦，就认为说，如果你要参与在美国的框架当中的话，你就不能加入中国，免得被中国大陆找到了一个破口。而美国之所以要切断各国选边站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取得晶片、算力跟关键的矿产从第三国来获得。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气哈萨克的原因，并且第二个，因为千问呢，现在在世界非常的受到瞩目，光是前半年已经下载破30亿了，所以美国很担心其他的国家政府企业也使用中国大陆的千问，所以呢，现在要把这些各种国际的标准都锁入在美国的体系当中。美国到底在怕什么？委员怎么看？美国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 AI 的封锁分成2个层面哦，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关于晶片的封锁。那么晶片的封锁在过去这1年的期间，其实由华为领军哦，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效果跟突破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DUV 啊，那么已经几乎可以造成原型机了，然后马上就要量产了。EUV 接下来应该也可以在技术上攻克了哦。那你更不要提到华为所最近推出来的像950超节点或者是涛定律哦，这些都是试图要走出另外一条赛道去解决现在的这个硬体封锁。但是另外一点哦，就中国大陆它在面对美国的 AI 封锁的时候，它在软体也做了同步的突围。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就是当年的 DeepSeek。为什么 DeepSeek 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算力？然后呢，用相对比较低阶的 GPU 而能够达到效果，其实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改变了
它的整个的演算法的模型，它在模型上在软体上做了突破，所以当时从 DeepSeek 开始，它就引进了一个叫做混合专家模型。所以现在各位看到所有的大模型，你会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它会告诉你这个模型的总参数是多少，比如说 1.5 兆、1.6兆、3兆，大概这个 2.8兆，就是不同的这个数量，可能有的是几千亿哦。那但是第二个数据大家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它叫做激发的这个参数量啊，所谓激发参数量，就是说我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虽然有 1.5 兆，虽然有 1.8 兆，我不用 1.8 兆个参数都同时激发，我只要把专家拿出来就好了。这就好像你现在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里头有各科的医生哦，当你看到这个耳鼻喉科的时候，你就去耳鼻喉科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找妇产科的医生一起来帮你这个做会诊了。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混合专家机制，它把它现有的这个模型里头开始分区块哦，就哪些这个区块是负责不同的不同的专业的内容哦。所以呢，当遇到不同专业内容的时候呢，我就调度这些专家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大概是激发了多少呢？大概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模型，最近的 Kimi K3 或者是千问 3.8，大概都只激发了4%。也就是说，我这个模型有96%的参数可以先休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只需要4%。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我算力就大幅降低啦。你想想看，我解决一个问题，我要1.5兆个参数都在那边运算一次，我要多大的这个算力？我现在只要4%的参数来运算，我算力的需求就会大幅降低了。那各位知道算力需求大幅降低代表什么？代表第一，你对于算力的这个依赖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在可控范围内。第二个最重要的就代表成本降低啊，对，我现在算力只用了4%，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就更有竞争力了嘛。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数据，简单的来看一下啊，就我们通常在讲这个成本的时候，都在讲说你输入或输出100万个 token 大概要花多少钱。美国现在最顶尖的大模型 Cloud Fable 5是 Anthropic 最知名的大模型，它输入它的成本100万个 token 的成本是10块美金哦，输出是50块美金啊，输入跟输出。然后你再看看 DeepSeek 是多少 ？DeepSeek 是最近的 V4 Pro 大模型，它输入只需要0.43块美金，好，输出只需要0.87块美金，然后你再看看刚才这个我们讲到的千问 3.8， 它输入只要0.37块美金，输出只要1.48块美元。所以光是中国的大模型，它输入跟输出的成本，输入的成本是美国模型便宜了它23倍到25倍，然后呢，你输出的模型便宜了57倍到60倍。大家想想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美国要组什么联盟？对所有的各国的企业来讲，他要看的是成本啊。我这个公司，我加入了你这个联盟，我就要付这个更多的这个费用给 Anthropic 跟 OpenAI， 难道我傻了吗？那你更不要讲说，就算国家要加入，企业也未必会买单呢。我这个企业的成本变高了，难道是你国家帮我出吗？或者你白宫帮我付吗？所以因此，如果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跟中国大陆进行成本竞争，用美国这个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好，所以我们看到面对于中国大陆技术的这个来势汹汹，美国现在怎么办呢？不只是限制中国大陆的产品输出而已，而且是锁国，不只是锁美国而已，还要联合，包括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的，我们看35个国家一起把中国大陆锁在外面。那所以呢，现在也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说，美国希望各国一起锁住中国，但是美国自己内部的企业先跑票了，它就是苹果。苹果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AI 都非常的需要记忆体嘛，所以它就找上了中国大陆的长兴存储啊，还有长江存储来帮忙。当然了，商务部这边就痛批苹果怎么可以这样做，会挑战美国的美光跟本土的半导体。但是为什么苹果偏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因为苹果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跟中国大陆当地的厂商合作，才能去打入当地的市场。所以有2个动作，苹果第一个是跟阿里巴巴合作来打造中国版本专属的 AI 模型，第2个是跟千问合作来做 Apple Intelligence， 跟百度也有技术上面的一个合作，为的就是怕说，华为跟小米总有一天会把苹果的市占给完全的吃下来吧，所以苹果要先行动作，也不管政治上面的问题了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10年之前川普1的时候开始对中国大陆采取科技战，主要刚开始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最成功甚至是唯一成功，那就是在先进的这个晶片的这一块领域，不管是在技术或者是在
设备，还有在产品的这个层面。那当然，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维持了这样一个态度。那把所谓的晶片国安化，那当然也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得将这些技术产品卖往中国去。那当然，它透过法案以及国内的这些压力，使得这些美国的企业、跨国的企业也都必须要遵守。可是，当你中国大陆持续的发展，它的市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之一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市场的时候，这些美国的企业，你要求生存的情况之下，它只好分区治理，也就是说，必须要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因为倒过来也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大模型或者是企业采取一些它自己本身的法规的要求，因此必须要在依规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中国市场，你必须要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合作，所以这叫做分区治理。就对苹果而言，它就有全球区，它就有中国区的不同的运用。是，可是倒过来，其实在这个晶片以外的这个领域，过去这10年来的发展，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是风水轮流转，变成是中国在许多的商品层面，其实已经超越美国，尤其是在技术跟供应链这个层面。我们就讲电动车，或者是人形机器人。现在倒过来是美国自我设限，形成一个孤岛，不准中国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或者是说呢，会要求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变。所以你现在看到国家之间用政治介入到这些科技的这个因素，因为国家都把科技当作自己国家权力的象征，而彼此之间，尤其是大国的竞争，都跑不掉，而企业只好自己找自己的空间来去适应。好，那同样一个问题也特别请教进来，因为刚刚杨老师也特别提到有关于电动车模式，有没有可能未来中国大陆也复制所谓电动车模式，就是不能出口给你美国，那我就转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去好了？会不会 AI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低成本的开源的，先给其他愿意用的国家，然后来拿下全球的市场，甚至首先是拿下全球南方市场，然后反过来孤立美国？舰长怎么看？我觉得你慢慢注意看北京的战略，你就会知道。王毅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典型。他说：“他强，任他强；清风佛山港，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哦？其实我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对我，你美国要这样每天在这样弄，我基本上我完全不理你，我就做我的事情。那我觉得我要怎么样发展 AI， 我要怎么样去弄，我也不寄望你，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帮我。但是我就照我的步子去走。讲个最简单的，好比说这个开源，这个 AI 开源的 DeepSeek 是开源系统，那我们就是使用而已。可是你知道那些专家、那些公司，它可以进入它的内部去修改它的软体的。这是一个，它是公开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今年组织了29个国家签订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29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南方国家。